Hello， 大家好，我是許藍方，歡迎收看 Dr. Gracie。我們今天要講的是白帶是什麼？掌握好白帶，你就能知道懷孕的好時機嗎？白帶是什麼呢？白帶是來自於我們子宮頸的腺體，還有陰道內部的陰道壁的腺體。隨着我們的荷爾蒙不同，它會有不同產生，會變得比較濕潤、比較豐厚。隨着血流增加，接着就會有一些分泌物，那些分泌物呢，帶着我們陰道裡面脫落的上皮細胞，還有一些本來就應該被清潔掉的東西流出我們陰道外，那它就會變成白帶。所以有白帶，它是一個非常健康的生理狀態，並不是代表疾病哦。再來呢，我們要怎麼樣從白帶來看出什麼時候是最好的受孕點？當我們前面講了，隨着荷爾蒙的不同，我們的子宮頸的腺體還有陰道內壁的腺體會有一些分泌物不同的改變。就是在月經前的前後3-5天，你的內褲可能有的人是脫下來發現，怎麼會有一點點白色的感覺？那接下來呢，下一個階段就會慢慢的偏向排卵期。那排卵期那時候因為荷爾蒙的改變，我們的白帶就會比較像蛋清。最明顯的就是當我們排完尿要擦，你會發現跟着衛生紙帶出來的會好像有一個很像蛋清，有的會看稀很長一條，那個東西呢就是在排卵期當下你的白帶狀態。如果你想用最簡易的方式判斷這個時候是不是我的受孕期，你的白帶越粘稠，越像蛋清那個狀態，那就是你最佳的受孕時機了。那段時间是不是就是危險期？对，就是危險期。但是因為如果你用算的很不準，有的人會用數字去算。如果你用數字算的話，有些人會發現我明明就是在安全期做愛，但是我卻懷孕了。那是因為其實你用數字去算，我們每一個人的月經規律的方式也不是真的固定的天數，就是一定固定那幾天。比如說你28到30天都是很正常的。最簡單的方式，你還是觀察自己的白帶，我覺得是最安全的。因為你的白帶告訴你就是你現在的荷爾蒙的狀態。那越像蛋清的白帶的那段時間，那就是越容易受孕的時候。你不想懷孕，那你就盡量避免，不然你就是做好避孕措施。白帶怎麼知道有沒有感染？我要這邊要重複的是，白帶本身它並不是感染的狀態，而是你的身體有感染了，它混合着白帶一起把它帶出来。所以白帶你要看你是不是正常的白帶，第一個就是味道，第二個就是顏色。白帶是有一點带一点點微酸，但那個酸不是超生，那个因为我們女生的陰道裡面是3.8到4.5的pH 值，所以本來就是弱酸性。如果你真的有習慣，像我自己會習慣，我每天洗澡脫內褲我會聞，你聞那個味道，它是一個很健康的偏酸味，那也不是真的很醋酸味，那個真的是自己聞才知道，它是一個健康的味道。那正常的白帶它就是透明，或者是會有一點點白色的味道，可是它也不會是乳酪狀。當你發現你的白帶有乳酪狀，然後或者是很像捏碎的豆腐的話，那個比較偏向是念珠菌感染。那如果你的白帶開始已經不是半透明或是乳白色的顏色，有的會黃色、綠色，甚至有的是出血會帶有血絲的話，這都是不正常的。不管是聞起來怎麼樣或看起來怎麼樣，只要其中一個發生不對的狀態，請你趕快去看婦產科醫師，請醫師幫你找出你有什麼樣的問題。那什麼時候會感染呢？不是只有性行為會感染，只要第一個你的免疫力不夠，就很容易感染。那你的免疫力不足怎麼來的呢？比如說你睡不飽啊，吃不好啊，熬夜，情緒壓力過大。另外外來的感染呢，比如說你褲子穿得太悶，其實它的材質也會導致它透不透氣。那當然最好的是棉質。另外是細菌的溫床。有些人會用護墊，因為不喜歡白帶貼在內褲上的感覺。那以前呢，我會說絕對不要用護墊，但是因為有一些人可能已經習慣，我就是習慣要用護墊，那沒關係。如果你要用護墊，那記得
至少1個小時、2個小時，最晚就是2個小時，你一定要去廁所換一片新的。所以呢，白帶它不是敵人，也不是看到它就覺得自己好像一定怎麼了。白帶它是本來就存在的一個生理現象，重點是透過它，我們可以更了解我们現在身體的免疫呀，或者是內分泌系統在什麼樣的狀況，它是我們的好朋友。最重要的是，不管是從內還是從外都顧好之後，要感染其實也不是一件這麼容易的事情。那說回來，性行為會不會造成感染？那你就牽涉到另外一個難辦的乾淨問題。那我們今天就不說這個嘍。那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自己的身體，了解自己的狀況，你才有辦法避免感染。喜歡我們的影片的人，記得按讚、訂閱、分享、留言、開啟小鈴鐺，拜拜。